瞧这架势，哼！姓樊的把我给卖了。既知道了，就如实招来吧。哼！这个老东西，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，好让我爹可怜我，多分我些家产。没想到，既没熬死他，还被他给出卖了。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？那曹多宝是叶来生的，那叶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挣下的家产？我不服！曹荣说他不服，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，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。哎呦，怎么老去厨房啊？不睡下，不好下手啊。阿荣，你想好了？少废话！那把我急的，来来回回去了3、4趟厨房，才把灯熄了。我见多宝熄了灯，我想应该是睡下了，我就让老东西赶紧动手。姐夫，你们……快点，磨蹭什么？赶快来呀！平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，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。我岁数大了，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，可没想到挺容易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嘘，该上他的鬼魂找不着咱。无耻之极！我是一念之差呀！胡说！如果是一念之差，你就不会事先准备好阴部。你个老畜生，我掐死你！我踹死他！与丈夫合谋，杀死娘家阿弟，你可曾后悔？后悔被你们抓到了，否则我不是可以分更多家产？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！曹荣，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，但你会下地狱的。哎呀，果然是嫡公弟子，名不虚传。才这么点功夫，这案子就破了。这对夫妇真是歹毒啊！樊松林和曹荣，不杀不足以平名分啊，这个
请卢县尉放心，走过程序，待到秋后，他们必被问斩。哎，苏先生，这大案已破，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？乐不起来啊！我是在想，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？曹公，哎呀，哎呦，曹公，张刺史，老夫平时待你如何？多有关照。老夫待沙州的百姓如何？好啊，认就好，把凶手交给我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。哎呀，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，那不可能。阿荣就是个傻孩子，没怎么读过书，女工也不学，做生意更不会，他一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。哎呀，曹公啊，有证词在，曹荣怕是主谋啊。那更不可能了。我曹仲达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，一定是那个樊松龄，他杀了多宝，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。哎，曹公，曹公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？是啊，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，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，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，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，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。没错，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。2次验尸，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。所以，我要再去验一次尸。好。来人！啊，尸体呢？是三小姐把小郎君的尸体抬走的。我当时说了公谢不让，三小姐她给了我一嘴巴。三小姐可在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三小姐，此案并未彻底告破，小郎君的遗体还需先带回千德堂，以便验尸。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还验什么尸？这其中的缘由，不便告诉三小姐。尸体必须带走。阿弟已入殓，谁都不能打扰他。若我说必须要再验尸呢？若开棺，就先验我的尸。三小姐，把他们轰出去。是。大胆！卢某是奉刺史之命查案，我看谁敢！爹，你醒了。多亏了神医的针灸。这是干什么呢？阿弟已入关，谁都不能带走他。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，还折腾我儿子干什么呀？不能让他好好的睡会儿。仲达何在？仲达可好？今日是你60大寿，我等前来祝贺。3位长辈是家族都事会的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
是催老夫上路的吧？都市会有此规定，在你归西之前，我们必须来一趟。执政之前，老夫一定上路。今天虽然是我生日，可家里面并没有摆寿宴，各位请回吧。仲达是曹氏家族在沙州成就最大之人，我三人由衷敬佩。今日也是真诚相送。谢谢。门口挂红，是大寿之喜；院内挂丧，是儿女大孝。仲达，你一儿三女皆为龙凤，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？无憾。送客吧。三位长辈，院内挂丧，不是为我爹，是我阿弟，昨夜被人害死了。多宝小郎君死了？仲达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弟已死，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人间悲苦，莫过于此。曹笑，这种事儿不能乱讲。昨日莫高窟下，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。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。多宝是被人害死的，官府已经抓到凶手。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县尉，他可以作证。我们要看尸体。棺材已封，不能看。放肆！我们是长辈，更是曹氏家族的都氏，多宝尸体，非看不可。所谓人有旦夕祸福，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，还望仲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。不过，你曹仲达得活了。此话怎讲？仲达有所不知，都市会出了新规，若继承人亡故，那奔赴花甲葬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。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，如今妖王正合新规。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？昨日端午，家族都市会经慎重协商而定。仲达，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，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！爹，您不用走了。是啊，爹，女儿替您开心。赛赛，快给阿文磕头。是阿王长寿。起来，起来。我等也祝仲达长命百岁，老有喜乐。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，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。你说我活得再久，何喜之有，何乐之有啊？爹，您别太悲伤了。大姐，快把爹扶开。棺盖也要盖上了，让阿弟安息吧。慢着！你又要捣什么乱？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，把他赶出去。是。笑笑，爹去休息。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，请您放心。三小姐误会了，卢县尉可不是捣乱，他是为了你阿弟多宝好。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，那一定是见多识广、聪慧过人。可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丧葬的规矩你不懂。棺盖一旦盖上，便不能轻易的打开，直到入土为安。若封好的棺盖万一被打开了，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。
穷苦人家尚且要讲这规矩，你们曹家可是沙州首富，赶紧的，再准备一口新棺材。这是什么规矩？你不懂，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。曹家夫人，为了安抚小郎君已经被打扰的魂魄，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。苏先生说的是，我儿已被打扰，这个棺材不能用，必须换一口新的。还要验尸？正是。依我之见，既已找到凶手，且供认不讳，就不要再验尸了吧。我们怀疑曹多宝之死另有隐情，或者说还有别的凶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一个孩子还能被杀2次？当然有可能。恩师狄公所探诡案中就有先例。此事发生在曹家，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。张刺史有所不知，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，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。哎，等一等，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，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，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，以死相逼。这怎么说废就废啦？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儿上，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。哎呀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凶手找到，命案就算告破了。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，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。赵恒，身为益州刺史，人命关天，怎可有半点含糊？你也知道，康国使团一到，卢某就要入京。你就不怕我到天子面前告你草菅人命？哎呦，卢县尉，当务之急，速去曹家，将曹多宝尸体带回。我非本州官员，多有不便，就拜托张刺史了。好吧，我亲自去办。师傅，苏先生那边要验尸，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？验尸是破获诡案的重要途径，但绝不是唯一途径。自案发以来，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。这为首的第一个，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。接下来是叶来、曹多宝、曹殷、李炽、曹荣、樊松龄、曹笑、赛赛，最后一个是那个管家。没错，管家丁茂。李炽曾说，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，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，我就用了5块银铁。好像苏先生也说过，供养人呢，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、子女，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。好记性呀！可我观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笑说了算。丁茂被下狱，曹家仍井井有条，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？那就要问曹公了。可此刻他悲痛万分，我们该怎么开口呢？不是还有樊都料吗？回去提审樊松龄，走。尸体带回来了，从速验尸，验后立刻送回。曹家新订的棺材马上就要到了。刺史留步，还需您见证。算了吧，
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，你嫡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。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，诡案的真相才最重要。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，还请刺史亲自见证。好吧。饭团做好了，还热着。这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。刺史，您坐会儿吧。哎，我就不坐了，你快点啊！您还是坐会儿吧，需等1个时辰。啊？是啊，既叫曹家哭，那供养人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。我既是曹家的女婿，要是多料，自然不能少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又多出来个丁茂。我记得是叶来。嘿，这真雄伟壮丽。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，凑个十全十美就好了。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了啊？哎，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？劝劝他，让他早做抉择。哎呀，阿孝那么有主见，我可不敢劝。那就别着急了，等他找到了如意郎君，再画上去便是。倒是有个人，就是管家丁茂，他信佛，很虔诚，昨日还跟我提来着，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，也愿意捐一些金银。哦，丁茂。他还发誓，说如果能得偿所愿，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，照顾多宝，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，未来接下曹家的产业。那天叶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，要换作是我，早就生疑了。可我那丈人对叶来毫无防备，居然一口答应了他，我那个气呀！你气什么？哼！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，竟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。这画的是谁？丁茂，那个管家。让丁茂做供养人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？这是叶来的主意，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，怕是说不清楚。住口！不要胡说。我是爱胡说，可万事皆有因果。身为主母，为了一个仆人做供养人，那是大费心机，口吐莲花呀。若说这其中并无奥妙，我不信。你是觉得叶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没有。家仆为供养人，并非罕见，仅凭猜测就乱说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我不太在意。
只要对他没好处，我就干。你这老东西，真是该死！老东西。是啊，反正都是要死了。我现在说的话，可都是真话。这樊松龄虽可恶，但做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。只是我们才到沙洲，人生地不熟，想探查究竟，实在太难。何须探查，直接炸丁茂便是。时间紧迫，可用非常手段。我只收了5块银铁，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？是5块银铁的事吗？好你个丁茂，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来，你还配做个人吗？我怎么不配做个人？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呐。如今宝儿死了，你们要替他报仇啊！多宝是我们朋友，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，但要想找到凶手，必须得说出实情。你所隐瞒之事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。变黑了，看来被掐死之前，他已经中毒了。也是黑的，这还真是中毒了。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，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。不止一个人想要多宝的命，多好的孩子呀！气死我了！哎，老费，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？不是砒霜，闻这味儿有点像乌头啊。乌头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是味药材。是一味药材，有祛风镇痛的功效，若食用过量，也会危及生命。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，乌头种类繁多，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，毒性很强。可是眼前之毒，也不是草乌啊。不会是红脖子吧？什么是红脖子？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，俗称红脖子。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，随即口内麻木，然后就会不断地想喝凉水。喝凉水？我记得樊松龄说，他们动手之前，就看见多宝不断地去后厨。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，有一个很大的水瓮，里面盛的水很凉。这不就对上了吗？看来此案真的另有玄机呀。
张刺史真是独具慧眼，指挥我们另辟蹊径，查出重要线索，真乃大功一件。若没有您亲自坐镇，怎会有此突破啊？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，把曹公及家人移到谦德堂来，一人一房，并派人日夜看守。苏明，你是在怀疑曹公？对呀，曹公至善，怎么能怀疑他？可多宝一死，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。对呀，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。家产事小，活命事大。看来多宝之死，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。刺史，赶紧下令吧，以防他们串供。曹公，张刺史，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！不！哎呀，小郎君之死，尚需查找线索，所以请曹公移步谦德堂。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？这有些话我不能讲，请曹公就别问了。12年前，曹夫人过世，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，在谦德堂门口晕倒。快请郎中啊！是。叶来称自韩州来投奔伯父，可伯父已死，在沙州无亲无故。因身体虚弱，在谦德堂住了数日，与曹公日久生情，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。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，他是曹家的仆人，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，他与叶来定下此计，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。儿子，也就是说，曹多宝是……叶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，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。可审曹家主母。一见到丁茂供词，叶来也招了。他与丁茂合谋，欲图曹公家产。此计定于12年前。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，丁茂也成了管家。他二人偶有私通，但也是很小心。唉，12年，用自己的女人、孩子，去算计别人家产，真是处心积虑呀！这个丁茂实在可恶。苏明，你以为如何？这么隐秘的关系，仅1日就被你们探破了。3位真乃神探也。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？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，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。在同一屋檐下12年，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，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，真的能瞒得过曹公？且曹氏家族都市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，而转日就是曹公60整寿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？刺史，我们远道而来，对沙州并不熟悉。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市会成员，还请张刺史代为协查。好。
时间紧迫，分头寻找线索，半个时辰后再次集合。老妃一无所获呀。我和龙凌风也没什么收获。曹公房间整洁，像是很少有人居住，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。至于曹英住处，她一直在做女工，像是为婴儿做准备。不过，这与本案无关吧？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2件女人衣物，与夜来的衣物比对，极为相似。师傅，我在曹笑的房间发现了这个。薛环，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，可曾保存好了？在这儿。阿飞，你快看看，红脖子，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，只是跟晶的颜色不同。这就是普通的植物。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，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。而这一只，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，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，所以染红了。多宝所中之毒，就是它。这个是从曹笑房间找到的。对，带我去。大家分开寻找线索，越细越好。苏无名、陆凌风，在哪里找到的？梳妆台，恰在胭脂盒里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大意了，之前没有看仔细这些妆容的东西。我看看。红脖子，他弄这么多，要毒死多少人？沈曹笑。这是要审我？千德堂可是我家产业，你们这些外州之人在这儿审我，真是可笑。张皇在哪儿？叫他来。居然敢直呼刺史的名字，三小姐好威风啊！先消消气，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我们在你的房里搜出来的。这是我的妆容用品，怎么被你们拿到这里来了？还给我！大胆曹笑，竟敢抢夺政务！你私藏此剧毒，意欲何为？看你个小姑娘，长得还蛮端庄的，你怎么忍心毒杀多宝啊？卢县尉、苏先生，张刺史有请。
发乱，斧头暗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，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醉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